It's just the beginning. It's just the beginning. 往前拉直的往前开，都能拿到这个驾照，只是时间长短问题。其实我们的考试是有运气成分在里面，运气是建立在我们学员基本的技能 OK 的基础上。转弯的时候一定要慢一些，往哪边转弯，观察哪边的那个小镜子。通过了。It's just the beginning. It's just the beginning. 很高兴跟大家又见面了，我是 Carrie。今年的5月底，我从我的食品仓库辞职以后，我现在在洛杉矶华人卡车驾校君安驾校学习卡车，已经学了有1个多月了，我马上也即将毕业了。今天呢，我邀请杰克过来记录我的学习卡车的过程，我也希望把这个视频分享给想学习卡车的朋友，谢谢大家。君安驾校呢，它在洛杉矶的阿祖萨这里，这里的那个校长呀、考官呀、学员都是华人，然后大家都是中文在交流，他教得好，他通过率非常高嘛。刚来美国的华人拿到公款以后，选择来这里学卡车的原因。洛杉矶华人君安驾校的毛校长，我们跟随镜头来采访一下毛校长。哎，你好，毛校长。你好。其实我很多朋友都是在你们这个学校学出来的。哦，是吗？对。然后他们现在都已经在开卡车了，所以我对这个学校也很好奇。君安驾校是开了多久了？在这边？历史并没有太久，应该是从22年吧。这个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逐渐的来，就是我们从国内过来的华人的群体越来越庞大，就业的机会比较狭窄。所以说呢，我当时的初衷呢，就是我们想搞这么一个驾校，让我们华人的群体呢，就增加一个就业的一个基本的技能，也这样呢，也能大家也能挣到一些钱。基本上都是华人，是中文教学。那通过率大概是怎么样？我们驾校通过率是非常高的，基本上经常会有那种7个过6个，6个过，通过率我估计在80%以上有的。目前来说，我们驾校没有放弃的，都能拿到这个驾照，只是时间长短问题。比如说女生，年龄大的，那就得多练，勤能补拙嘛。那就是一包到底，报了名我就管到我拿了照。是，如果不行，我们就只能再去练，对吧？慢慢把这个水平补上去。过来学卡车的学员大概的年纪都是什么年纪？什么年龄的都有。哦，最小的18岁，最大的我驾校里面65岁。在美国呢，就是说卡车这个行业啊，就是说也不只是卡车这个行业了，其他行业是一样的。你不能由于年龄而其实他不允许他工作，只要我身体 OK。对吧 ？OK， 我们就可以继续工作。我们驾校1周是7天，1周7天都在工作。然后呢，现在来说啊，目前是从早晨6点到下午的5点，因为现在改冬令时了嘛。我们是15分钟一换的，15分钟一换，对，是15分钟一换，就是大家排队，15分钟换一个人。为什么我们采取这种方式呢？因为我们在整个的教学过程当中嘛，我们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单独给一个学员，比如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对吗？其实呢，它后边效果是没有的，因为他已经晕了，对吧？他已经找不着方向了。我们需要就是说，哎，我15分钟，然后下来，然后跟别的学员探讨一下，跟教练再交流一下，然后冷静一下，然后背一背这个车检。这个拿到驾照之后，是要每年都要检查身体吗？还是怎么？不是，是体检是2年一体检。2年一体检。对，然后呢，驾照呢，它要根据每个人的身份，你比如说是公民，绿卡。对吧？然后呢，它就是5年，啊，工卡现在也是5年了，对吧？然后5年一更换，5年一更换。哦，就跟着你的合法身份去，跟着合法身份走。对，建议啊，首先我们根据个人的情况，比如说卡车这个行业经常要常年在外，有的时候可能1、2周都回不来。就是说，相对来说，对于这个单身的，家里边孩子没有太小的，没有这种负担的，相对来说是好一些的。如果要是家里边有老人呐，或者怎么样的，不太适合在外面常年跑的，有些人的。那现在这个大部分学员拿到照的这个周期是多长时间呢？年轻的快的差不多10几天、20天。哇，这么快？对，然后呢，平均的水平1个月。学员出去了之后，你们还会有联系吗？我们都有联系，因为我们毕业以后都还有这个群呢，甚至。很多这个学员毕业出去以后，怎么讲呢？有的时候大贝啊还给我打电话，哎呀，那个教练啊，我们现在路上遇到什么情况了，对吧？然后呢处理不了，然后经常还会打电话，能帮就帮一下，因为他们毕竟整个要有一个过程，慢慢的、逐渐的积累经验，有一个过程的。常年在路上跑，对吧？需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个，不要疲劳驾驶。华人
干活很拼，啊，天天都在路上跑，然后我一天我要开多少迈，尽量不要这样。咱们这个驾校有什么优势啊？你觉得？我觉着啊，第一个，我们现在在整个洛杉矶来说，就是我们的师资力量应该是现在来说是很雄厚的。场地教练带场外的教练已经达到了6个人，但实际上还有一个 part time， 将近6个半人。我觉着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的考试速度，我们不需要去等更长的时间，只要你的水平够了，我们能尽快的能够安排上去考试。万一比如说今天没有考过。我们也不需要去再这么1个月、2个月啊，再去那么等，这样呢就把这个时间成本就大大的压缩下来了，对吧？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目前来说，我们华人这么多学员来到我的驾校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吧。对，假如我这次没过的话，是下一次再约的话要等多久呢？通常情况下3、4天吧，差不多。哇，那挺快的。对。这车有角度了就不要再倒了，没有意义的，拉上去再来。对，这个一样的，卡车的和这个要求也是一样的。咱们驾校也是可以学巴士的。对，目前来说，在洛杉矶有这个巴士教学的，现在真的只有我们一家。巴士行业现在司机是非常缺的，但是它门槛会比其他的会要高一点的，因为它需要有一些的英文的基础。对，英文的交流的，这也是要做一个左看右看。因为我们用这个挺好的，这样我们大家都能在车上，因为它的站位的要求和卡车是完全一样的。Use right in, turn right。小心那自行车的这个线，然后它上去。left lane change。All the way down to left， 就是整个的路考的过程啊，差不多要2个小时。车检、气刹车、场地技能和路面，要整个时长要2个小时。单独路面就要40分钟以上。OK， 时间还是蛮长的，对学员的这个体力和精力都是一个考验。Use right in, merge into freeway。对，现在是要上高速了。对，下面我们要上高速。高速的时候的车一拉直就要加速啊！当然，我们现在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我们看到，高速上 traffic 现在这个交通堵塞的很厉害，所以说我们就慢慢的进就行了。加州的卡车限速是55迈，我们考试的时候掌握在50迈左右就 OK 了。但是现在因为这个塞车，所以说就follow the flow跟车流走。如果车流少的话，就可能你要提前把速度加上来。速度必须加上来，因为考试的时候，如果你低于45迈，就结束考试。有些时候考试呢，还需要一些运气成分。你比如说像现在这种状况，高速上塞车啊，我们就慢慢跟着走就 OK 了，反而不是坏事。然后高速考试的时候是不变道的，就直接就在右车道。考官是考虑到一个安全问题，毕竟都是学员嘛。大家知道美国的车速是很快的，尽量避免这个变道啊，发生意外什么样的。哎，这个 truck 很漂亮。这个车装饰的跟那个变形金刚一样。哎，对，这就是那个 Pitbull。哦，对。我看它的轮圈都亮一些。对，全是钢圈，它的打磨每次都打磨，很亮。嗯。如果考试的时候遇到这种路况，就是我们塞车塞这么厉害，那平均你看现在的时速才15迈，是，那比我们在下面 local 开的还要慢。其实我们的考试是有运气成分在里面，嗯，但是运气是建立在我们学员基本的技能 OK 的基础上。OK，next corner turn right。我们卡车呢，不管双左转也好，双右转也好，都必须站在转大弯的位置上。对，拿这个举个例子，就比如我们现在 turn right， 对，这是一个双右转，看到上面的白牌子了吗？对不对？对，就必须站在第2个车道。对，站在中间车道，对，做一个转一个大的弯道，你知道吗？这个在转弯的时候，
要求这个学员要特别关注这个后视镜，这能看到，对这个后视镜，因为那边有很多小车也在转弯。考官的重点就考核这个，就是你看你有没有关注这边的车辆。对，他会转一个大弯，对，看到他会上到这中间线上，看到没有？对。哦，可以压出去一点。可以压线，线都是可以压的，可以界线。通常我们长时间执行的时候，我们因为卡车速度慢，是要变到最右线的，可以 right lane change right lane。尽量把左侧车道留给别人超车。对，因为本身卡车速度慢，再加上我们在考试当中，学员可能会速度会更慢一些。可以 left lane change left lane。这个是需要控制一下速度，不要急。然后是我们的路权 right of way。change to left lane。OK， 整个我们的全过程这个 training 到现在就结束了。现在跟随我的角度，我们一起去背下就是华人卡车学员最难过的那关，用英文介绍车辆检查的那关。首先到这个车这里呢，这是一辆卡车，我们就要先从它最外面的车灯开始介绍嘛。车头灯、远光灯、转向灯是干净的，没有掉色，然后是安装紧的。然后没有裂，没有坏，然后是没有少。我们用英文说呢，就是说，手指着这看1、2、3，三个就是 headlight, head beam, blinker, clean, not discolor, security type, not cracked, not broken, not missing。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冷却液箱，冷却液箱正确的水位在安全操作范围内呢，没有漏，没有坏，盖子是紧的，就是 coolant tank, proper level。In self-operating range, no crack, no broken, keep tight， 就盖子是紧的。这个呢是我们很多华人学员呢最难的一关，因为很多人没有英语基础，车是很容易能学会的，但是背呢是很难能背下来的。你在这个上面花的精力是最多的吗？是的，虽然我也有点英语底子的基础，但是这些是我以前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东西，它不是生活日常中的东西。因为现在卡车司机是我的职业了，我要去了解它，给考试的考官介绍所有的零件都是没有问题的，都是安全的，这样我们才能正常的去驾驶它，去送货。我在学校的1号线，我练直线的时候用了1个星期；我在2号线练侧位倒车入库，我用了4天的时间。然后我在3号线上呢，练了1个星期，也没什么问题了。路面练习的时候也没什么大问题。现在唯独把我卡在这里的，就是这个英文背的车检。我希望我能多下功，吃苦，把这个背会，然后在下个星期2的时候，我能顺利上岸。因为这个就是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个1号线是卡车的那个前进和后退100米的练习，2号线就是卡车倒车入库的练习，3号线就是综合1号线卡车直线，还有2号线倒车入库综合在一起。3号线练的就是这个。这位学员呢，他练完就该轮到我了，我将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个驾校3号线的那个练习方法。这个练好了，就是说是一个卡车司机的基础。走，我们上车。这挺高的啊。上车呢，第一步我们一定要最基本的把安全带要系好。第一步就是把车开到前面那个线。好，我们到线了以后，我们要下去。现在看一下，就是打一下喇叭，我们检测一下我们有没有超出线。它的轮子没有压线，但是它的保险杠已经超出了这个摆线，这样就是合格的。我们完成了第一步，我们现在要把它开到最前面的那2个黄色的柱子那里。我们车要停到这里，然后从这里再到后面完全倒出去是100米的距离，要保证在倒退这100米的途中呢，不能压线，不能压白色的线，不能超线。现在有点像又偏了，我们慢慢的调。卡车的挂车有第5轮盘，然后我们要在这里慢慢的要小心翼翼的调，始终让它就是保持在中立平衡的状态，左右的互相打方向盘的调得非常的好了。现在直到
就可以成功的出现了。倒出了这100米的距离，我们的车完全已经倒出这个白线了，并且我们在倒退的过程中呢，我们没有超线，没有压线，这就是合格的。好，在这里还要打一下喇叭，然后开始第3步。好，我们现在已经把它从那个100米的双白线呢，已经把它开出来了。这是第4步，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倒车入库，这个也是很考验就是驾驶员的技术的。大家看到了吧？我那个车头有点歪，但是它没有超那个线，这个比较就是说非常的悬，但是还好我没有把它超线，这就代表我成功了。就是我现在有一次机会往前拉，把它拉正以后再倒过去，就到后面没有超出那个白线就可以了。现在我要把它往前拉一下，这个是规则允许的。现在我们慢慢的调，好，完美，好，太完美了。好，我们现在要再下车拉手刹，把它调到空档，然后我们去打一下喇叭，然后我们现在去下车检查一下，看看是否这合格。现在呢，我完成了这个倒车入库的最后一步，这个轮子没有超出白线，但是它这个车尾是超出白线的，这个就是合格的。但是如果我能倒的再完美一点，我应该把车再往后倒这么半米。然后那样再凸出来的多点那就好了，但是现在我已经是达标了，因为我的轮胎没有压白线，我的车尾巴也出了这个白线，这就合格了。好，我们依然是好，先把它拉回到空档，然后再把这个2个手刹拉起来，因为这是卡车非常重要，一定不能忘。然后我们再解开安全带，我们在下车的时候呢，跟小车不一样，我们正确的下车方式一定要是背后向外的。背后向外这样下车，不能是我们正面向外，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一点。那您在这里工作了多久了？将近1年多。1年多。那你手把手又教过多少个学员？你大概知道吗？现在这个能有500-600人吧。哇，500-600人了。500-600人1年多，那不是一天可以教出来1个学员差不多？对啊，我们学校毕业率非常高，每个月都是在50-60，上月最高70多个。所有的学员都会要经过你这里是吧？对，从初学的是直线，到这个 AB 库还有考试规则，剩下就是路面教练，都在带。场内它这个设计这几个线路是有什么讲究吗？1号线就是那个到直线，对那个初学者不会开车的啊，就练1号线，怎么把车倒直。2号线是那个侧方位，也就是咱中国的 AB 库。1号线和2号线再给3号线打基础，上3号黄车了，就是考试规则了。等于说3号线是跟考场是一样的。对，模拟考试。难点在哪？他们容易出错的地方？出错的地方就这个挂车，第5轮盘的挂车，跟那个小车不一样。在国内就开过巴士了、大客了，或者前是后巴的了，它那不一样。它在第5轮盘，它属于不是一体车，知道不？属于半挂。华人最重要的吧，障碍就是语言。但是我们车检吧是非常简单的，都是中文翻译过来的，知道不？翻译过来中文的。你们用音译的方式？对，音译，就是中国谐音。如果是英语基础不是很好的话，他们就音译过来，死记硬背也是可以过的。对，死记硬背非常好背。学员学出来了之后，大部分的还是会一直坚持从事这个行业吗？那不同，有的能吃苦，有的熬不了夜，能力强的比较能吃苦都能做下来，因为卡车司机赚的还比较多嘛。那你以前在美国这边做过卡车司机吗？做过。做过多久呢？将近2年。在国内也做过卡车司机。对，在国内。国内和这边的区别大不大？国内是论吨、论分量赚钱，
每吨多少。这面美国这面是论迈数，但是美国的路况非常好啊，车性能也好，拉从来不超载。中国全是超载，国内必须得超载，不超载不赚钱呐。耗多长时间？到底时间？完事叫我啊。刚才他往右打，完那个第一步回轮回晚了，回慢了，所以车厢太靠右了，知道不？太靠右就不好救了，因为你必须得快回轮，让那个左向眼对着左装。就现在你看那对上，看到没？嗯。完了前轮摆正，现在他还得往右打点，那对直推完了，机箱压线才能往右打，车厢才能往左甩。倒车它是反方向的是？对，反方向。对。在这机箱压线之前就得往右打，右打车厢才能甩过来，知道不？你看他现在，他还不打，因为这初学者嘛，都是学，不熟悉。他刚开始练倒车没练多久吧？没练多久，这才练几天。现在他都是懵懵的状态，但是多少也懂点。等他上3号车了，都会就准备考试了。你看现在就等级倒进去了，看到吗？虽说不太标准，但是也进去了。考试可以免费拉2次。再往前拉2把也可以。当场可以拉2把。对，当场可以拉2把。你看他拉1次了，拉车得把车拉直，往后来个直推，就练这个直线。基础练好了，直推就进去了。OK。对他这个就算是合格了。对，这就合格了吗？安全带是吧？上车第一步先系安全带。对啊，不停车就到啊。直推，过桩，往左打。560公分1米左右，我回手，往右回轮。边走边进，边走边绕，边走边绕。进来，前轮摆正，一个直推，看两边镜子。OK。好的，现在我们去看一下我们平时带学员练习路面，怎么个跑的。好嘞。像咱们这个有没有固定的这个场外的训练的路线？也没有特别固定的，教练有时候的路线不一样，根据这个学员哪方面就是需要改进，比如他右转弯不好吧，我们就会找一些右转弯多的路线带他练习，或者他就是左转弯不好，就是多练左转弯。主要考试呢考你怎么转弯，因为它跟小车并不一样，我们要转大弯。有时候双转弯线的话，小车往往它是站到最边上，我们就不是一样，我们要站到第2条线去转弯。主要的区别还是这个，因为它转弯半径比较大。对，而且卡车呢，基本上都是在绿灯或者是红灯下面有绿色右转箭头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转弯。单纯的红灯我们是转不了弯的，因为我们起步速度比较慢，转弯半径也比较大。然后我们的速度基本上就是不能低于限速10个迈，限速60就最少要跑到50。如果路况良好的情况下，这是我们基本上按照考试的规定去来。比如说这个吧，是我们要右转弯，它是双右转弯，2条右转线，我们就要站到最外侧，转最大的弯。像是前面有绿色右转箭头，它虽然是红灯，但是有绿色右转箭头的话，我们也要转弯，也可以转弯。绿色的绿灯，对，绿灯箭头。我们转弯的时候要观察小镜子，去看到我们的吹轮的最后边右后轮会不会影响到别的车辆的正常行驶。然后我们要入口的时候都要转头要看观察。我们要求学员是所有的入口都要观察，因为很多人他没有这个习惯，都要观察两边镜子，和路口。镜子是最主要的，因为我们卡车比较长嘛，虽然我们在驾校练的这个车比较短，真正我们出去要开的话，要开53尺那种全尺寸的卡车，我们要求学员没事都要多看镜子。像这种情况的话，卡车就需要2次探头，要慢慢的走，确保安全，我们才能转弯。考试的时候主要还是
看这个驾驶员的这个安全意识。对对对，这个交规也要懂，因为卡车毕竟是一个商业驾驶，然后卡车也属于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职业，属于高危职业，因为出一点事那就是真的就是大事了，它不像小车。像这么小的路拐弯确实就要挺费劲的了。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尽量往前多上一点，然后时刻观察往哪边转弯，观察哪边的小镜子，这个是最主要的。哦，因为开53尺的时候，那个车身比较长，就像这种单右转的话，跟双右转还是不一样。我们有时候让学员多观察镜子，就是为了以后他们出去开车。因为53尺车身比较长，有的吹到最后面那个轮胎，如果发生爆胎的话，可能我们在驾驶室里是听不见的。时刻观察车辆周围是什么状况，及早发现危险。我们单右转不过来，就可以借一下线，然后并到最右侧道路来。变线的时候也是，先打转向灯，不要着急去变线，一定要多观察镜子。其实卡车每一侧都有3个镜子，都是有它的作用的。像车头的镜子，它是观察盲点的。像我们现在这个没有车，就是休息区的这个卡车头的话，要属于单车头的话，我们看这边就能看到我们门的位置。如果是那种跑长途的那种卡车的话，大车头，你就要通过前面那个车头的那个镜子去观察这个盲点这一块儿。等红灯的时候，我们不要只看着红灯，要时刻观察周围有没有行人、骑自行车的，会不会影响到一会儿我们的正常出发。开卡车一定要多左右的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考试上面它会有什么要求？就是要多久看一次吗？没有多久要求看一次，但是经过路口的时候，你看不看考官就会也有那个扣分选项，看不看镜子也会有扣分选项。考小车的时候也是要经常的转头嘛，对，开卡车也更要经常的观察。像这个情况就是不能拐的，对对对，要等只有绿灯。像我们开卡车的话，刹车距离都比较长，所以说前面需要停车的话，我们都需要提前刹车。像那个双左转道，基本上就是靠里面这个。对对对。靠拐最大弯的那个，双右转也是，都是转最大的弯。因为我们后面还有一个trailer在后面。练习车的这个trailer是多长的？30吧。30，真正的那种长的，就是像这种52尺，对。OK。这就直接进了最右边这个车道。对，要求也是必须进这个要求，对。双左转和单左转转过来之后都是要到最右边的去。只有双右转的时候是到最左边，单右转也是到最右边。然后我们考试的时候也会跟学员讲，转弯的时候一定要慢一些，要观察，往哪边转弯，观察哪边的那个小镜子，要看到后轮。会不会压到这个马路边儿，或者说影响到别的车辆？但是转过来之后要立马提速，因为卡车刹车距离比较长，它的提速也慢。
像咱们华人学员，路考上容易出的一些问题是在哪？就是转弯，还是主要还是就是转弯。因为我们现在太依赖导航了，所以说有时候转弯的时候不会观察上面的路牌是几条转弯线。当考官下达指令右转弯或者左转弯的时候，我们会下意识的到最边上的那条路上去，所以说就导致了站错线，转弯的时候转错道，现在没有习惯去看路牌子。因为现在都听导航的嘛。好了，我们停车的时候要空档，手刹，然后再系安全带。这就是一套完整的路考的流程。对。未来你拿到这个驾照了之后的就业方向是哪么？是去华人公司呢，还是去什么货运公司上班？我是想去一个华人的运输公司。我的英语能力也就是说的非常的一般嘛，所以说我还是想以一个华人搭档为主。卡车它分主驾和副驾嘛，我还是要作为副驾驶，先配合主驾去多跑跑，刷经验。现在像你们新手出来可以拿到多少钱一个麦？我听说2毛5还是2毛8，朋友在跑，现在他跑一趟1个星期1000块钱，然后这样算下来1个月也4000或者4000多点。新手的话收入还是挺低的。前期吧，大家都是刷经验，不会考虑那么多工资什么的。等我们把技术和经验刷出来了，那时候我们工资就会往上涨。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我听说可能是2个月过后，或者是3个月。那个时候会提高多少？会可能从4000变到6000块钱。这个工作相对于还是比较适合你一个人在这的时候。是的，但是还是想我能顺利的申请下来我的绿卡，然后我还是想去参加美国军队，趁着我年轻了，在美国军队里面好好的干一番，奉献出自己的价值。今天是2024年11月12号，星期二，现在是10点52，我是11点考试，今天就要检验我了。然后爱迪生的那句话，天才就是99%的汗水和1分的天赋。我希望今天我能对得起我自己这些天的练习，我希望我能一把过。希望顺利。然后可以简单帮我介绍一下这个考场吗？考场就是过火这里。这里会有一个考官过来，考官过来以后，他会叫我的名字，我会过去跟他确认我的身份，确认完我的身份以后呢，他会带我到那个橘黄色的卡车那里，在橘黄色卡车的那里对我进行那个卡车的气刹、内检、外检的考试，考试完以后呢，会在那里对我进行卡车的那个直线100米前进后退，还有倒车入库的考试。如果那里再考过的话呢，我将到那里那些卡车停的地方，然后在那里，然后我将进行那个卡车路面考试。然后如果路面考试过的话，他会给我一张单子，代表我是一名合格的驾驶员。祝你一切顺利。好，谢谢。哦，动了。It's all waiting for you. It's all waiting for you. It's just the beginning. It's just the beginning.一个半月的起早贪黑，然后每天的辛苦付出，顶着烈日，每天练的一身的臭干，这些付出还有我内心的所有的期望和盼望，没有辜负我通过了。恭喜！ It's in my eyes.